Obsidian 最近推出的內測 0.16 版終於添加了眾所期盼的分頁式使用界面，對於需要同時編輯以及瀏覽多篇筆記的情境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操作模式。以下我們就來詳細的為大家介紹新增的各個設定的方法，還有操作分頁的時候一些注意的重點。Obsidian 的使用界面的外觀階層可以大致把它分成3大層。第一個就是 Window， 也就是 Obsidian 應用系統本身。每個 Window 裡面可以有多個窗格，像主視窗裡面呢，就會有左邊側邊欄的窗格，右邊側邊欄的窗格，然後中間編輯區的窗格呢，又可以自行建立起多個窗格。每一個窗格裡面呢，現在也可以再多建立不同的分頁。那分頁上面呢，就會有頁籤，就是分頁的標題。只要按着每一個分頁的標籤是可以變動它的位置的，或者是拖拉到另外一個窗格裡面，甚至於開起來的 Hover 視窗也可以把一個新的分頁把它拖拉到这個 Hover 分頁裡面來，把裡面的內容給替換掉，變成是拖拉過來的這個分頁。或者是也可以把筆記開啟在新的視窗裡面，它也有一個獨立的新的視窗，這個獨立的新的視窗也是多分頁式的，在別的視窗的某一個窗格裡面的分頁呢，也可以把它移動到另外的新開的視窗裡面。當我們有多個螢幕的時候，把這個新視窗放在另外一個螢幕上面，然後主要的螢幕呢就可以來做編輯，另外一個螢幕的筆記呢就可以來當做參考，這樣子對我們在同時處理多篇筆記的時候就可以說是非常的方便。接着我们來看一下新版的 0.16 到底在設定上增加了哪一些需要來處理的選項。首先我們進入設定的外觀裡面，可以看到它現在設定了一個強調色 Accent Color， 也就是在外觀選項裡面現在多了一個 Accent Color， 這個就是可以設定強調色。請注意這個強調色可能是要配合布景主題，布景主題應該是要可以透過這個強調色來變更整個布景的主要的樣式顏色。那這是第一個可以看到的一個設定。接着就是在外觀裡面的下方會有一些進階的設定 Advanced 這個區域。首先就是以前我在 Obsidian 視窗裡面按下 Ctrl 加號跟 Ctrl 減號來做整個畫面的縮放的按鍵，現在它有了一個設定的選項，可以拖拉這一個滑桿就可以來設定縮放的比例。你希望螢幕呈現的比較大一點的話，這邊就把它設定成是 120%，這樣子看起來的整體的視窗界面的字體就會變大了，這個就是縮放比例。然後第二個 Show Tab Title Bar 就是分頁的標題這一列要不要顯示出來？如果顯示出來的話，就可以看到像這個這一塊區域有這個更多選項的這一塊區域就是所謂的 Tab Title Bar。那如果你沒有顯示這個區域的話，以前可能很常使用的 Pen Relief 就不會出現了，因為這個 Pen Relief 的按鈕是在 Title Bar 上面。那因此我會建議大家把這個選項給開啟起來，就是這個 Show Tab Title Bar 把它顯示起來。Native Menus 就是預設的功能表是要使用作業系統的形式，還是 Obsidian 制定的形式。預設沒有變動的話，都是使用 Obsidian 預設的功能表，也就是它會有圖示的這種功能表。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這邊按右鍵，這邊出現的其實就是Obsidian 的功能表。接着我再看一下新加的 Window Frame Style， 它目前提供了3個選項，預設是會隱藏起來的。第二個呢是原先 Obsidian 預設的標題的樣式，那第3個是跟作業系統類似的樣式。那我會建議大家還是使用 Obsidian 的 Frame， 因為使用了這個 Obsidian Frame 的話， Pen Relief 外掛才有辦法顯示在標題列上面，就是這個整個視窗最上面的這一行。你希望 Pen Relief 這個外掛能夠來使用的話，就必須使用 Obsidian 的這個選項。如果把它變更成 Window 的話，它會需要重新啟動 Obsidian 的應用程式。我們來開啟一遍看一下，看到現在我的整個 Obsidian 視窗的上面這個就是跟作業系統樣式相同的一個 Frame Style， 這個設定就是來控制整個視窗的最上面這一行。接着再來說明一下分頁式編輯的幾個操作的重點。進入 Obsidian 以後，首先就可以看到在頁籤的最右邊這邊有一個加號，如果點擊了加號就可以新增一個新的分頁。在這邊一樣可以用 Ctrl+O 再打開你要瀏覽的或是編輯的筆記，你也可以直接按下 Ctrl+T New Tab 的這個按鍵。開啟的分頁我們要關閉的話，可以點擊頁籤右邊的 X 符號，或者是直接按下 Ctrl+W。Ctrl+W 按了以後，剛剛的筆記分頁就會被關閉。如果重新要開啟已經關閉的分頁的話，可以按
下 Ctrl+Shift+T。那在不同的分頁中間要去移動的話，要往前進就是按下 Ctrl+Tab， 要往後退就是再多加一個 Shift， 變成 Ctrl+Shift+Tab。比如說我们现在在第3個分頁，要往左邊移動的話，就是按下 Ctrl+Shift+Tab。好，再按一次就會移到第1個。那到下一個分頁呢，就是按下 Ctrl+Tab。那這是幾個很常用的，可以用來加快操作分頁的按鍵。接着我來看一下內部鏈接或者是檔案瀏覽器上面要開啟不同的筆記的時候可以使用的開啟的方法。首先我們這邊有一個超鏈接，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超鏈接開啟在一個新的分頁的時候，可以按下 Ctrl 然後再點擊它就會開啟在新的分頁上面。或者第2個方法，我們可以把游標停留在超鏈接上面，然後按下 Ctrl Enter， 這樣也一樣會開啟在新的分頁。但是這邊要請大家注意的一點，這個 Ctrl Enter 或者是 Ctrl 加 Alt 加 Enter 的這個按鍵，有可能在以前的環境裡面是綁定在不同的作業裡面的。比如說 Ctrl Enter 以前是綁定在切換要點跟合取方塊，就是 To Do List 的這個 check 的動作是綁定成是 Ctrl Enter。現在新版呢，它是把它綁定在開啟到新的分頁。如果你希望要保留以前的做法的話，自己就要到快捷鍵設定裡面自己去重新做一下快捷鍵的設定過。那這是開啟鏈接的方法，其實有這3個方法 Ctrl Enter 或者是 Ctrl 跟 Click 是開啟到新的分頁，要開啟在新的窗格是再多加一個 Alt 變成 Ctrl Alt 跟 Enter， 或者是 Ctrl Alt 跟 Click。如果要開啟在新的視窗，就是再多加一個 Shift， 就變成是 Ctrl Alt Shift 加 Enter， 或者是 Ctrl Alt Shift 跟 Click， 它就會開啟在新的視窗。透過這3種方法，我就可以把某一個超鏈接或者是在檔案瀏覽器裡面的某一個筆記的檔名給直接開啟在你指定的一個對應的位置上面。接着我再來說明在操作分頁的時候常用的幾個快捷鍵，有一些剛剛已經講過了。要移到下一個分頁就是按 Ctrl Tab， 移到上一個分頁就是按 Ctrl Shift Tab。那如果你是按 Ctrl 1 Ctrl 2 Ctrl 3一直到 Ctrl 8，就是第1個分頁、第2個分頁、第3個分頁，這樣子可以直接移動到指定的位置的分頁上。Ctrl 9呢，就是固定會跳到最後一個分頁。這個設定跟我以前的 Markdown 的標題等級的熱鍵有衝突，因此你可以自行去快捷鍵裡面去設定，可以自行再去做修改。關閉當前分頁是 Ctrl W， 除了目前的分頁以外的其他分頁要全部關閉的話，也可以設定一個快捷鍵。這個預設是沒有設定的，你如果常用這個功能的話，可以自行再去設一個快捷鍵。Ctrl T 是開啟在新分頁， Ctrl Shift T 是把剛剛關閉的分頁重新再開啟起來。也可以設定快捷鍵把目前的分頁開啟成新的視窗。那當然這些熱鍵都可以從，如果你有開啟這個 Tab Title Bar 的話，你可以從更多選項裡面從這邊就會有這一些設定 Open in Hover Editor 或者是 Move to New Window 等等這些功能也可以來做設定。假設我們沒有開啟 Tab Title Bar 的話，這個更多選項其實是可以從頁籤上面的右鍵功能表直接再來做選擇。現在即使我顯示了這個 Tab Title Bar 在頁籤上面直接按右鍵，一樣會顯示更多選項這個功能表出來。同時它也新加了一些新的變動，主題瀏覽器它的樣式也有變更了如果還沒有符合 0.16 的格式的這一些布景主題，它後面會被標記成是 Legacy。以前的樣式檔，布景主題的樣式檔就是一個 .css 的檔案，那現在新的格式它會變成是一個資料夾，在資料夾裡面才會有.css 檔案，這個是它格式上面的一個變更。如果已經符合了新版的主題的格式的話，這個 Legacy 就會消失。同時它也新增了一個命令叫做 Change Theme， 可以直接在 Ctrl P 的命令面板裡面輸入 Change Theme， 使用這個命令呢，就可以立即來切換預設的主題。外掛的瀏覽器它的樣式也有的變更外掛點擊以後，再點擊這一個瀏覽，它會變成是卡片式的一個形式。那卡片式的形式點擊了以後，才會是類似以前看到的外掛的顯示的方法。那這個是它外觀上面的一個變更。還有檔案瀏覽器跟標籤的面板，它也多增加了一個折疊跟展開的按鈕。在這個檔案瀏覽器這邊，它現在就多了一個全部展開或者是全部收合的按鈕。然後標籤也同樣增加了相同的一個功能。除了剛剛講的 Change Theme 新的命令以外，還多增加了 Fold More 跟 Fold Less 這兩個新的命令。基本上跟我們先前講過的 Crisis 標題等級折疊
的這個功能有點類似啊，就是你要折疊更多或是折疊更少，它就會依據你的設定來折疊你的標題的等級。然後 Split Vertical 它改變成了 Split Right， 就是更加的不容易造成誤解，就是你要把目前的这個筆記切割到右邊，或者是要把它切割到下面，它的這個命令的名稱上面做了更好的一個變更。我使用到目前為止已知的不相容的外掛 Lapel 是在左邊會顯示等級的一個 H2 啊 H3 的一個文字，讓我們很方便的可以看到我目前的這個標題它的等級到底是2級還是3級。那目前看起來它的位置會被覆蓋到会顯示的不是很正常。然後另外的 Recent Files 它沒有辦法開啟在新分頁。如果在這個 Recent Files 這個外掛，我如果在某一篇筆記上面按下 Ctrl 跟 Click， 它還是一樣會開啟在新的面板上面，它沒有辦法開啟在新的分頁。那這個是目前我碰到了這幾個問題。然後先前 Sliding Pen 原先是沒有辦法使用，現在作者有更新了一個版本出來啊，我測試沒有發現有特別好用啦。如果還是很習慣用 Bendismo 的 Sliding Pen 的朋友，也可以再重新把這一個外掛給開啟起來試用看看。我碰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即使我目前開啟了這幾個分頁這2個窗格，但是我關閉了我的 Obsidian， 下次再進來的時候呢，這邊所有的已經開啟的筆記呢不會被重新開啟，而必須重新再一個一個再重新打開。以前的版本它是會保留最後一個開啟的筆記，這個是新版目前碰到的一些問題啦。這個是我今天針對了新版 0.16 做的一些簡單的說明，希望將來真正釋出以後，大家在使用 0.16 版的分頁操作的時候呢，能夠有一些幫助。如果大家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的 Obsidian 的使用確實有一些幫助的話，請大家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謝謝各位。